古人遭遇乱世，为什么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避难呢？在《桃花源记》所描绘的理想世界中，桃花源中人避世隐居，享受着阡陌交通的便捷，鸡犬相闻的宁静生活，呈现出一片怡然自乐的景象。可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当我们审视古代中国的社会现实，会发现苛捐杂税频繁，战争频发，百姓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不安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为何大多数人没有像桃花源中人那样去寻找一个清静之地过生活呢？说白了，桃花源里的日子听起来很美，但可不是谁都能说走就走的。搬到新的地方去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，需要多方面的考虑才行。比如说，你得花时间找个合适的地方吧，还不一定马上能找到。就算找到了，说不定新的地方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麻烦事等着呢。再说了，搬家不光是换个地方住这么简单，你要丢下现在的一切，像田地、房子，还有亲朋好友，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可太难了。另外，从自然环境来看，深山老林那种地方一般人都不怎么去，路也不好走，买东西办事都不方便，而且土地也不见得肥沃，种庄稼收成不好，连吃饭都可能成问题。更别说山里头还经常有野兽出没，天气多变。桃花源听起来挺好，但实际上那样的地方可不是谁都能待得下去的。再者说，古代的社会制度把人拴得紧紧的，比如古代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你绑到了一个地方，你稍微动弹一下，说不定就得吃官司。还有土地制度，你一旦走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另外，经济上的种种限制也让百姓难以选择躲进深山。在古代，经济结构相对封闭，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便捷市场和贸易网络。即使在深山当中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由于缺乏贸易渠道，这些资源也难以转化为百姓们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。再者，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不高，人们缺少先进的工具和技术，所以在深山中进行有效的生活活动就变得异常艰难了。最后，我们还得谈谈文化传统和心理层面的影响。儒家文化里头的安土重迁思想，就让人们觉得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是最好的，千万别轻易搬家。这种观念已经深入到大家的心里了，所以大家碰到难题都更愿意守着现状，而不是逃跑。再加上古代教育不发达，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，一想到深山老林，心里就害怕，不知道会碰到啥。在封建社会那种紧张的环境之下，大家的心里都不踏实，都觉得孤单。就算跑到了山里头，那种没人依靠、没人说话的感觉也更加让人受不了。古代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像桃花源中人那样选择迁居清静之地生活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后知后觉或者没有发现迁居的好处，而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、社会制度的束缚以及道德观念的约束，还有应对困难的实际策略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那么试问一下，如果你是生在战乱时期，你会选择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定居吗？